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汉联机构，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汉联机构 Hanlen Corporation Berhad 简称 Hanlen 成立于2000年1月1日，在2003年7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第2板挂牌上市，并在6年后的2009年转至主板上市，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种植公司，主要从事油棕种植和其相关业务以及产业出租业务。Hanlen 旗下拥有17间全资子公司和1间附属公司，不过有7间是处于休眠状态的。目前 Hanlen 在大马交易所的种植板块中排名第23位，拥有大约4亿令吉的市值。第二点，Hanlen 的业务主要通过2个部门来经营，那就是种植部门和产业与其他部门。种植部门主要是经营油棕园和棕榈油厂，以及贸易新鲜果串、原棕油和棕榈仁。Hanlen 的油棕园分布在彭亨州和沙捞越州，种植面积高达17000英亩，有85%的棕榈树是处于成熟期。与此同时，公司在沙捞越也拥有1间棕榈油厂，每小时可以生产60公吨的新鲜果串。Hanlen 的产业及其他部门所经营的业务，主要是出租位于柔佛和沙捞越的土地、商业和工业建筑，包括在柔佛新山市中心的著名大楼 Johor Tower、Jalan Bima 的3间厂房，以及 Jalan Niheng 的6间双层店屋。这些店屋除了出租以外，有2间是公司经营这餐饮店，是公司在2019年才进军的新业务。截至2021财政年，公司的种植部门所贡献的营业额占了总营业额的99%，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剩余的1%则是来自于产业及其他部门。第3点，Hanlen 的创办人 Tan Sri Dato' Low Nam Hui 在华社中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人物。Tan Sri Dato' Low Nam Hui 中文名是刘南辉，出生于1918年，在1929年跟随母亲从中国来到吉隆坡寻找父亲一同谋生。17岁时南下柔佛州，曾经以种植黄梨为生，也开设过杂货店这种小本生意。刘南辉的商业生涯曾经经历无数次的起起落落，其中包括在1940年，由于日军入侵马来半岛，而使其杂货店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在1947年，因为紧急法令颁布，而迫使退出渐入佳境的合营罗里运输生意。1952年，因为政府宣布开垦的木材坝为黑区，而停止营业等等。只不过刘南辉并没有轻易放弃，反而保持积极上进的心态，努力奋斗。终于在1957年马来亚争取独立成功后，获得当局批准伐木开发森林，自此开始平步青云。由于刘南辉胆识过人，长袖善舞，知人善任，从木材运输业务开始发展到了棕油种植、产业发展、榨油厂、火炬厂、甲板厂、酒店旅游等多元化企业经营，业务遍及中国及东南亚各地。除了在商业上有杰出表现，刘南辉也积极投入华社服务，在新山华社服务超过30年，曾担任新山中华工商总会、柔佛州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助理总会长、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总会长、世界刘氏联谊总会创会会长等要职，对华社贡献良多。2015年2月10日，刘南辉与世长眠，结束了辉煌的一生，并将 Hanlen 和多间家族公司托付给下一代继续发扬光大。第4点，Hanlen 是通过借壳上市，在大马交易所挂牌上市的。1999年的12月，一间以制造和买卖各类球拍以及其他运动器材的上市公司 Sportmart Corporation Berhad， 由于资不抵债，被迫进行债务重组，找来了 Low Nam Hui and Son Sendirian Berhad 签订租赁协议和有条件的谅解备忘录。2000年1月，Tan Sri Dato' Low Nam Hui 成立了 Hanlen， 在接下来的3年内，对多间家族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活动，同时也对 Sportmart 进行债务重组，以将 Sportmart 的股份换成 Hanlen 的股份，并将 Sportmart 在大马交易所第2板的上市地位转让给 Hanlen。
重组计划在2003年7月25日顺利完成，Hanlen 也成功获得了 Spotma 的上市地位，并以棕榈油种植和加工以及产业投资的业务开始了新的上市旅途。第5点，2012财政年是 Hanlen 开启业务亏损的第一年。Hanlen 在刚上市那几年的业绩是很不错的，每年都可以赚到几百万的盈利。但是从2012财政年开始，公司的业绩就开始亏多过赚。2013财政年的巨额盈利，其实是因为当时公司脱售了位于沙巴州拉哈达杜占地5956英亩的2块土地。扣除了土地的脱售，其实公司的税前亏损是高达500万令吉的。2020财政年也是一样，公司由于脱售了位于彭亨州 Rombin 占地2124英亩的油中园和联合中油厂，业绩才会录得盈利的，不然就会录得超过2000万令吉的税前亏损。也就是说，从2012财政年开始的10个财政年当中，Hanlen 一共录得了8个财政年的亏损。至于公司亏损的原因，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从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成熟期的油种数是在逐年增加的，但是新鲜果串的获取量反而是逐年减少。除此以外，公司也由于自家采收的新鲜果串不足，所以常年都需要向外购买新鲜果串，同时提炼的原棕油和棕榈仁的产量也几乎都是逐年下降的。这就是为什么公司的业绩会常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的原因，大概率就是经营不善所致。第6点，Hanlen 是一间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的董事成员一共11人，当中有7名董事是掌握着公司决策权的，包括副执行主席 Wan Sri Datin Chan Pui Leon、董事经理 Low Kwek Kyong、副董事经理 Low Kwek Sin 以及执行董事 Low Kwek Lee、Low Kwek Kong、Low Kok Yong 和 Low Kok Yao。这几名董事都是创办人Tan Sri Dato Low Nam Hoi的妻子和儿子。另外，公司的首席财务长 Low Yu Yan 是董事经理 Low Kwek Kyong 的儿子，不过他就不是董事之一了。至于股权方面，7名董事也是公司的大股东，经由多家私人公司间接持有这58到68%的股权，所以 Hanlen 就是一间非常典型的家族企业。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题外话，Tan Sri Dato Low Nam Hoi 其实还有一位名为 Liu Kwek Hin 的儿子，他目前并不是公司的董事之一，因为他在2005年已经辞去了董事的职位。为什么要说起 Liu Kwek Hin 呢？因为他跟他的2名儿子 Liu Yu Zhong 和 Liu Yu Zheng 是伦敦食品 London Biscuit Berhad 的董事成员之一。是的，就是那间被公认做假账，最后被迫清盘退市的公司。但是这里要说明一下， London Biscuit 和 Hanlen 这2间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只是一个题外话 ，OK？ 题外话。第7点，Hanlen 的债务有着明显的改善。根据公司2021财政年的数据，其总贷款和租购租赁负债已经从2018财政年的1亿3900万令吉的高峰下降至6300万令吉左右， Debt to Equity Ratio 也下降至 0.5 以下的水平。年报内也有详细解释到，有大约58% 左右的贷款是属于短期贷款。那在短期贷款里有一项写着 Share Margin Account， 我是不太清楚这种借贷啦，不过应该是那些香港电视剧里常说的孖錢吧，就是那些借钱来杠杆买股票以小博大的吧。我去查了查公司的年报和季报，发现这个 share margin 贷款是在2020财政年第3季度才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是在2020年的7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而无独有偶的是， Hanlen 的股价在2020年8月28日来了个暴涨后，就一直持续上涨至今时今日，成交量也自此开始多了起来。这会不会都是个巧合呢？你们是不是想说之前也是有过2次的股价暴涨呢？那2次其实是因为公司脱售资产导致的，新闻也已经报道过了。所以对于公司的业绩持续的亏损，股价反而逆流而上的迷因，各位观众你们有什么看法呢？第8点， Hanlen 又来派发红股啦。是的，时隔3年 Hanlen 又再一次派发红股了，只不过有别于2019年，当时是派发免费凭单，而这次是派发免费红股。
Hanlen 在2022年10月间宣布每5股普通股派发8股红股来回馈股东，同时也可以让股东提高持股数，并且提高股票流动性。只不过派发红股的建议还需要获得特大马交易所和其他监管单位批准才可以实行，预计今年末季会完成。第9点。Hanlen 2022财政年第2季度的业绩是有很大的进展哦，营业额达到了7545万令吉，比起去年同季高出了大约41%，净盈利则录得了493万令吉，比去年同季大幅上涨了291%。这一季度也是公司连续录得6个季度的亏损后的首次盈利。那如果撇除公司在2020财政年第3季度由于出售资产所获得的一次性盈利，从而使到该业绩转亏为盈的话，这一季度可以说是公司在连续14个季度后的首次盈利了，真的是可喜可贺啊！这季度获得如此好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原重油和棕榈仁的平均售价提高。对比去年同季，原重油的平均售价从每公吨3775令吉提高到了6245令吉，新鲜果串从每公吨770令吉提高到了1290令吉，还有棕榈仁从每公吨2372令吉提高到了3615令吉。管理层对此业绩表示高兴，并将继续谨慎地制定各种转型战略，包括努力提高效率和成本合理化，以应对公司业务运营的任何负面影响。第10点。Hanlen 的季度财报缺乏准确性。根据大马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条例，上市公司必须要确保每一个宣布都是事实、清楚、明确、准确、简洁以及包含充足的资讯，让投资者可以在获得资讯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Hanlen 就在2018年4月间遭到大马交易所公开谴责，因为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第4季财务报告出现偏差，未审核和经审核的2套财报出现了264%的差距。大马交易所也指示 Hanlen 确保所有董事和相关人员参加与遵守财报相关主板上市条例的培训课程。随后在2021年11月间，Hanlen 又再一次因2019财政年审核前后财报亏损金额出现显著差距高达94%，违反了上市条例，再次遭到大马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并连带董事经理 Low Kwek Keong 等5位董事也一并被谴责，原因是他们在知情或有合理途径获得此类消息的情况下，允许公司违反条例。跟上一次一样，大马交易所也指示 Hanlen 需要确保5位董事和相关人员参与培训计划。古语有云，凡事不过三，希望 Hanlen 经过这2次的教训后，可以给出更准确的财报，让投资者们可以投资得更安心。以上就是关于 Hanlen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